却又惊雷起。长烟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每次想起你，依稀枕边耳语；每次见到你，铁马金戈监狱。荡气回肠千山外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以卑职想来，张显拱和吴顺定是要连夜赶回江州，这才来到捕头。而黑斗篷与另外一个人则提前侦知了二人的踪迹，化妆潜伏，守株待兔。说得好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张吴二人为什么如此急迫，以至于竟要深夜雇船赶回江州呢？还有，在悦来客店中，我们发现了5张椅子。据密档调查的结果显示，应该还有江州长史冯万春。可为什么只发现了张吴二人的尸体，却不见冯万春的踪迹呢？冯万春会不会留在了武平？这就怪了。冯万春、张显拱、吴顺、葛斌4人一同前赴武平来见薛青林，按情理讲，该当是同去同回。尤其是葛斌被杀以后，这3人感到危险的存在，更不应该分头行动。而今葛斌、张显拱、吴顺这3人被杀死，却独独没有冯万春的下落，这不奇怪吗？有道理。前天县衙的捕快全程调查发现，确实有4个从江州来的客人，分别住在城中的4家客栈中，用的都是化名，其中1人便是已经死去的葛斌。以此推断，另外3人就应该是冯万春、张显拱和吴顺。不错，这些人倒也奇怪，为什么不住在一起，而要分头住在4家客栈之中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这4人是因为黄文岳被杀一事赶来武平面见薛青林，却1不住进侯府，2不住在同一家客栈之中。你想一想，
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？难道他们对薛青林也并不信任？用你的话说，只有这一种解释。他们虽然在恐惧之下前来寻找薛青林商议对策，却并不信任这位朋友，因此他们选择了分别住在4家客栈。只要有1人出事，其余3人便可闻声而逃。捕快们在调查中还发现，这4人是来到武平3天以后才与薛青林见面的，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的推断。而且被调查的客栈老板对捕快们说，昨天上午这3人同时退掉了房间，离开了客栈，而张显拱和吴顺却是昨天夜里才被人杀死在船上。那么中间这段时间，这3人在哪里呢？平南侯府。不错，葛斌被杀，令这3人万分惊惧，对神秘刺客的恐惧胜过了对薛青林的提防之心。为了自身的安全，他们最终决定搬进平南侯府。如此说来，张显拱和吴顺就应该是从侯府出来，直接来到捕头，雇船赶回江州。不错，或许他们想起了什么，或许是发现了什么，或许是与薛青林产生了口角，这才致使2人要连夜返回。这么说，冯万春应该还留在平南侯府中。这件事要尽快办，否则大事不妙，知道吗？请侯爷放心，记住，不可露出马脚。侯爷，侯爷，怎么了？江州刺史文开、武平县令林永忠，还有那个姓狄的老头子，现在府外，说有要事求见。刺史大人来了，正是。有请。是。请。您请。哎呀，刺史大人光临，令寒舍蓬荜生辉呀！数年不见，侯爷身体轻健，开是为心性之志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林县令、狄先生，别来无恙啊！承侯爷记挂，永中安好啊！侯爷多礼，老朽不敢当。哎呀，几位请，侯爷请，请。请啊！请用茶。啊，请用茶。几位请用茶。刺史大人前来武平，怎么不事先通告薛某一声？我也好尽一尽地主之谊呀！本来是前来探望老师狄先生，可是怎么？这位狄先生是刺史大人的恩师？正是。哎呀，失敬啊！不敢。薛侯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造访实为有要案相询。哦，是何要案竟惊动了刺史大人呢？数日之前，原武平县令黄文岳在江州馆驿被杀。什么？黄县令被杀？正是啊，此次本州前赴武平，即是要就此案求教老师狄先生，可没料到武平县中竟连发血案，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。哦，有这等事啊！前天夜里，江州司马葛斌被杀死在平阳客栈的房中。昨夜，江州法曹张显拱、银曹吴顺又在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害。什么？这3位大人都死在武平？是啊，而今我们已经确认，杀死这几位大人的凶手为同一个。
此人身穿黑色斗篷，手持铁锤，杀人的手法非常简单，以掌中铁锤击人后脑。哎呀，这可真是恶性血案呐！哎，死去的几位大人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薛侯，黄文岳大人是薛侯的朋友，这一点为众人所知。是啊，黄县令为人忠厚，施政公允平和，实为难得的好县令啊。今日我三人造访侯府，就是想问一问，除了黄县令外，另外3位死者是否与侯爷相熟啊？本侯只是听说过这3位大人的名字，却并不相识。是这样，薛侯爷，此案错综复杂，涉及到20年前黄国公谋逆一案。薛侯爷可要万分小心呐！这是当然，不劳先生提醒。冯万春这个人，薛侯知道吗？先生说的是江州长史冯大人？正是。本侯不认识。此次与葛斌3人同赴武平的，就有这位冯大人。据县中悦来客栈的伙计讲，前天夜里，也就是葛斌被杀的当天，薛侯爷曾与4位朋友在客栈中会面，不知有没有这回事啊？哼，先生这什么意思啊？本侯说过，并不认识这几位大人，难道还会谎言欺骗吗？老朽只是问一问，侯爷是不是曾与4位朋友在客栈中会面，可并没有说就是这4位大人呢。哎，我这，你，哎，我说狄先生啊，本侯看在你是刺史大人的恩师，这才对你礼敬有加。你身在山野，一无出身，二无功名，竟当着刺史大人和县令大人在座，直言诘责本侯，这有些不太合适了吧？请你自重身份。侯爷何必如此动怒？老朽也不过就是随便问一问，得罪了啊！薛侯，我们也是心急案情，这才直言相询，不周之处，望侯爷恕罪。大人言重了。薛侯爷，这件丝质的圆领袍，在这武平县中，除了您，恐怕再无别人敢服了吧？这是，请侯爷仔细看看，这是不是您的衣物？这似乎是本侯之物，只是很多年都没有穿过了。请问林县令，此物是从何处得来呀？是在张显拱、吴顺2位大人的死亡现场发现的。什么？正是。这，我林县令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是在怀疑本侯是杀人凶手？物证在此。刚刚侯爷也已承认，这确是您的物事。恐怕到了开堂之时，侯爷您就要亲自到府了。这，就凭武平县一个小小的公堂，恐怕难以承载我平南侯薛青林上堂做供吧。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切，就凭这么一件衣物，你就敢说本侯犯法？啊？
侯府广大，人义众多，谁都有可能偷到本侯的衣物前去作奸犯科。林县令怎么就言辞凿凿，指认于我？请问，并不是怀疑侯爷，只是此物为现场证物，林县令不过是询问罢了。哎，刺史大人之言最为有理，不错，这确是本侯之物。啊，林县令，收起来。那就不耽搁薛侯了，本州告辞。我送大人。欲盖弥彰。先生，我真是佩服您，几句话就将薛青林问得哑口无言，恼羞成怒。先生一步步将他圈入彀中，可笑这厮竟然丝毫没有察觉。林县令一番巧诈，也令他捉襟见肘啊！那还不是按照先生的吩咐吗？你们两个唱红脸，我一个唱白脸，把个薛青林折腾得漏洞百出啊！现在看来，我们的判断完全正确，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冯万春一定在侯府之中。哎，先生，您看薛青林会不会就是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等人的凶手啊？现在还不好说，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。永忠、文开，看来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。侯爷，他们都说了什么？张毅，我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呀。他们似乎知道张显拱、冯万春和吴顺与我的关系。近日在堂上，这三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软硬兼施，计诈并用，着实的令我有些措手不及。恐怕是露出了一些破绽呢。而且，最奇怪的是，我的随身衣物怎么会出现在凶案现场呢？难道又是小云？小云之事不能再拖了，要尽快解决。锦娘，如烟姐，小丫头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你怎么总是显得心事重重的？没有啊。锦娘，这淤伤怎么还没好啊？你别管他了，如烟姐，乡下人磕磕碰碰是常事儿。锦娘，有什么事儿就对姐姐说，千万别憋在心里。最近几天，我发现你有些神情恍惚，到底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如燕姐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那是最好。你知道，亲人为什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吗？那是因为人都需要倾诉，更需要有人倾听。很多年以前，我也曾经像你一样冷冰冰的，
只知道为非作歹，做些杀人的勾当。但是在冰冷的表面背后，我是多么渴望有人能够关心我、爱护我，多么希望有个亲人能将隐藏在内心的话对他倾诉。锦娘，你记住，我就是你的亲人，一个可以舍命保护你的亲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老爷啊，大人。哦，岳芳啊，怎么样？收获甚丰啊！哎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哎，记住，千万不可打草惊蛇。是。叔父。哦，如燕呐。叔父。锦娘这孩子越发的不正常了。怎么？她每天要在院中待坐上几个时辰，一动不动，嘴里不时的嘟嘟囔囔。我看情形有些不对头。这小丫头不简单呐，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，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。如燕，近几天武平连发血案，情势非常紧迫。锦娘的事，我恐怕暂且顾不上了。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你，一定要细心啊，更要有耐心。您放心吧。哦，还有，在我缓过手处置此事之前，千万不要惊动他。兰香，你立刻去。好的。将纸条放在老地方，千万要小心。放心吧，奶奶，也不是头一回了。去吧。上去，照此安排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侯爷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萧云乖巧多智，你们行事一定要加上10000个小心，万不可打草惊蛇。侯爷，您就放心吧。我到东花院去看看。有什么情况，随时向我禀报。是。大哥，怎么样，老五？有什么动静？大哥，有个坏消息啊！老五，是不是老二和老三他们？今天下午，刺史温开和武平县令林永忠来过了。什么？刺史大人在武平？正是。哎呀，不好不好！我身为江州长史，竟然私离训地，一旦被他发现，
那可大事不妙啊！啊，大哥，你放心，他们并不知道你在这里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哦，老五，你刚刚说老二和老三到底怎么了？他们告诉我，昨天夜里，二哥和三哥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人杀死。啊！哎，他们不听我的劝告，一意孤行，终于惹来了杀身之祸呀！哼，这些李氏余孽，我绝不会放过他们。老五，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否则我们再无宁日。大哥，你放心吧，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走，咱们进屋说吧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大哥啊。哦，远房大人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收获？果然不出大人所料，冯万春就在平南侯府中。看来今天早晨我们的推断完全正确。冯万春、张显拱和吴顺这三人因恐惧躲进了平南侯府。是啊，我还听到了冯万春与薛青林的对话。薛青林称冯万春为大哥，而冯万春称薛青林为老五。哦，还有，冯万春称死去的张吴二人为老二和老三，而薛青林说到葛斌和黄文月时，又用了四哥和六弟的称谓。如此看来，这6个人似乎是磕头换帖的异姓兄弟。不错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可大人，奇怪啊，薛青林贵胄出身，怎么会用这等江湖称谓？这里面大有文章啊！如果这6个人是因黄国公之事才结交为友，就应该算是官场朋友。官场上的朋友是绝不会用大哥、老五这种称谓来称呼对方的，这倒有点像绿林豪杰所用。啊，还发现了什么？大人，今日夜探平南侯府，我发现这府中的人都有些鬼鬼祟祟。哦，我潜进府中之后，先到了后院，发现正房中的一个女人要丫鬟将一张纸条送出府去，行为非常诡异。看那女人的打扮，像是薛青林的夫人。后来卑职来到正堂，发现薛青林与一个师爷样的人正密谋要对付一个叫小云的人。小云？正是。看样子这个平南侯府真是热闹得紧呐！啊，各路诸侯同床异梦，这可真应了侯门深如海这句话呀。大人，我真是佩服您。昨夜您才说过，这武平城中隐藏着多股力量，今天这句话就应验了。远房啊，我总有一种直觉，平南侯府就像一张巨大的蛛网，西粘连带，将各路人马齐集到武平。其实你仔细想一想，难道我们不是其中一股吗？
我们？正是。可大人，咱们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来到武平的，应该说是适逢其会啊。哼哼，你错了。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了，我们为什么会来到武平。为什么？是皇帝要我们来的。皇帝？还记得半年之前在江州我们接到的那份圣旨吗？哦，记得。那是我一生中接到的最奇怪的一道旨意。卑职至今也不明白，圣上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圣意下达，我们2个人都感到十分困惑。臣狄仁杰后旨。旨意：狄怀英火速赶往江州治下武平县，多听多看，钦此。请国老接旨。臣狄仁杰领旨。元芳，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吧？不错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皇帝为什么要我们到武平来呢？当然是为了薛青林。薛青林？时到今日，我才彻底明白，圣旨上所说的多听多看，指的就是平南侯薛青林。您是说，圣上想对薛青林下手，不是吗？否则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派我们来武平，而且还让我们多听多看呢？恐怕他早就有意要处置这个平南侯啊。可是大人，这薛青林是皇帝驾前的红人啊。很多时候，事实真相并不像你所看到的那样简单。您的意思是说，这件案子当中另有蹊跷之处？元芳啊，你想一想，皇帝做事是一个何等雷厉风行之人。当年杀裴寂、楚越王、灭李姓，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只道人亡，再无拖延？可是这一次呢？如果说他真的想要处置平南侯薛青林，为何下旨如此谨慎，只用了多听多看这4个字，而且连平南侯的名字都未曾提起？还有，他又为何派遣我这样一个已经致仕的贤官来此查看，而不派朝中大员前来处置呢？卑职有些糊涂了。我的意思是，皇帝如此审慎的态度，与他处理别的事情大相径庭，你没感到有些怪异吗？说的也是啊，如果皇帝想要处置薛青林，直说不就行了？何必如此拐弯抹角呢？这里面大有文章啊！武平的水很浑呐，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，水下恐怕还隐藏着更多的变数。大人，现在我们该做什么？目前我不过是个治世的闲官，无权干预州县政案。一旦莽撞行事，打草惊蛇，被薛青林这奸贼抓住了把柄，不但你我难逃干系，恐怕还会坏了皇帝的大事。因此，在圣意未明之前，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。怎么样，侯爷？梁王有回信吗？给，下去吧。是。
是他。侯爷，怎么了？梁王在信中说，他前去探查姓狄的身份，却被皇帝臭骂了一顿。以他的推测，这个姓狄的老头便是大名鼎鼎的狄仁杰。什么？狄仁杰？就是那个断案如神的狄仁杰？狄仁杰身为朝中老奉，一代名臣，以判案著称，真是奇哉怪也。他怎么会在武平呢？侯爷，事情不妙啊！锦娘的事恐怕要尽快解决。从今日姓狄的表现看，他并不知锦娘的秘密，这就说明他与锦娘并不是同路之人。而且现在他不过是个归田治世的闲官，想管事也无从管起。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一旦他发现锦娘深藏的秘密，咱们可就被动了。所以此事一定要快。先小云后锦娘，我一定要将这一干李氏余孽一网打尽。卑职武平县令连永忠恭迎将军。贵县请起。谢将军。不知将军光临本县有何公干？贵县钦差大臣江南西道处置大使内史狄仁杰大人已到武平，请贵县立刻安排迎接。什么？狄阁老来到武平了？正是。我们从神都出发，直奔江州，可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狄大人。听说他早已到了武平。怎么，早到了武平？是啊，贵县。狄阁老当世名臣，常听旁人提起，他处事非常严厉，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。是，多谢将军，卑职立即安排。老爷，老爷，你回来了，有什么消息吗？钦差现在正堂，请老爷与李将军迎旨。来得好快。走。狄仁杰、李元芳接旨。臣狄仁杰、李元芳恭迎圣旨。旨意狄怀英，而志虑忠纯，清心秉正。前虽因年迈致仕，然朕思虑甚然，不能自已。今特旨复尔内史职，并着江南西道处置使。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，随朝供养，然英武神勇，屡见其勋。朕思其功，明其志，实为栋梁之器也。今特旨，仍以原职入朝，随左狄公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，万岁，万岁，万岁！啊，狄阁老请起，大将军请起。来，阁老啊，您请看，这是御笔亲批，吏部转发您与李大将军复职的官告。这一份圣旨是这样：而今江州刺史府衙下僚属、武平县衙下僚属及钦差卫队专属，现在武平县衙恭候。这份圣旨，皇帝亲嘱，由您当堂宣读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阁老，你来。好，皇帝还有一份密旨。哦，即行差看便是。是。平江历令万千重，鸿雁南归发不同。与亲一别后节气，愿邀先府梦中游。乾坤自有惊雷动，阴霾深处鬼神愁。一代英良察钟鼓，堪笑诸葛再有之。阁老，
圣上言旨，命卑职宣旨后立刻返回。卑职就此告辞。哦，有劳了，元芳，带我送送将军。哎，不敢，不敢。将军，请。啊，有劳了。李锤，在。老爷，去将温大人请到这里。是。昨天夜里我们还提到圣意未明，想不到今天圣旨就到了。可是圣旨当中并没有任何暗示，而这份密诏中又只写了一首诗，其中究竟有什么深意呢？诗？是啊，你看看。啊，大人，这是密诏，卑职看不太妥当吧？无妨。这诗中似乎只是抒发了对大人的思念之意，称赞大人是郭攸之那样志虑忠纯之士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我也是觉得奇怪呀。皇帝这个人我了解，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写下这样一首诗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呢？元芳，把密旨给我。圣意已明，我们可以行动了。大人，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元芳啊，这是一首藏头诗的体例，但圣上害怕藏头书写太过明显，因而将自己要说的话藏进了诗文当中。你来看，平江立岭万千重，鸿雁南归发不同。南与卿一别后节气，侯愿邀先府梦中游。乾坤自有惊雷动，阴霾深处贵神愁。一代英良察钟鼓，堪笑诸葛赞幽之。平南侯府有鬼察之。大人，终于盼到了。阁老啊，阁老，文开啊，你来看看这个。太好了。
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